草民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朕想要见周姑娘。周姑娘在后院，不过张大人也在。张子荣。是。今天晚上的事，要是敢说出去，诛你9族！不敢，不敢。皇上，奴才去把张大人撵出来。柔儿，你承诺过皇上要将我完璧归赵，你却告诉我你喜欢我，不怕皇上知道吗？我害怕你受到伤害，怕你孤苦伶仃。你不怕失去你所有的一切吗？我怕你四处飘荡，怕你独守空房，怕看到你憋了一肚子的苦无人诉说，更害怕你成为后宫的女人，一朵生在田埂路边的鲜花，栽到后宫的花盆里，还没绽放就凋零了。周儿不是鲜花，只是无根的柳絮，从乡间飘到京城，飘到了皇宫，又飘到了张家。可离开张家之后，周儿才发现，我的心在你这里住下了。包大人，这是做什么？我们帮您找到线索了。什么线索？包大人，请看，张德林、王延龄、展昭、展无为都和叶利钦有关系，而叶利钦和张元有关系。只要找到叶利钦，就能审出真相。只有展昭有可能帮我们找到叶利钦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展大侠3番5次帮助叶利钦，我们怎么才能说服他帮我们抓叶利钦？这告示上，这是要杀谁呀？常州府流寇斩雄飞，私通西夏细作野利钦，伪造上谕，掳劫叛贼张元家眷，现人赃并获，铁证如山。圣上钦定11月初5时3刻腰斩，弃市，以振国法。哎呀，这可是要杀展大侠呀！
时辰已到，反贼展雄飞通敌叛国，罪应当诛。斩！将他拿下！是。原以为你是聪明人，没想到这么笨。闭嘴！我好心来救你，别不识抬举。到底是你救我还是我救你？也不动脑子想想，包拯怎么可能抓住我？要不是我及时赶来，你这会儿早就成大宋的阶下囚了。命是我自己的，不用你管。人生苦短，何必非要做个细作？为了消灭你们，打仗是男人的事情，女人不该插手。野猎族没有女人，只有战士。就没有想过化干戈为玉帛？是你们大宋容不下我们，土地是大家的，能养活所有人。凭什么我们在荒原，你们却在中原？我们归顺过大宋，但是你们从没有把我们当成自己人。那我算不算自己人？你留在大宋，就是敌人。是敌人，何去法场救我？因为你救过我一次。现在我又救了你一次，你该如何报答？你想如何报答？把你腰间的匕首赠予我。不行，救你一命，还抵不上一把匕首。是我男人才配得上的。下，还我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在我的家乡，热恋中的男女遇到阻挠的时候，会选择殉情。面对死亡，双方的族人不但没有悲伤，反而会举行盛大的仪式，击鼓儿歌，且歌且饮。你是敌人，我不会和你殉情，更不会爱你。你们为何如此仇视我们宋人？我们仇视所有敌人。几百年来，祖先们在吐谷浑和吐蕃的夹缝中生存，又被你们大宋和辽国欺压，一不小心就是灭顶之灾。把匕首还我，我给你个更好的报答。什么？告诉包拯，提防张子荣。引蛇出洞成了英雄救美，你给朕出的什么鬼计策？去追了？去了，还没有消息。万一没追上呢？臣会再想办法。
参见皇上。什么事？范大人已经在押解回京的路上。丁康君呢？在城外30里驻扎待命。有异常吗？没有异常。范大人束手就擒，他手下的兵勇也没有任何抵抗。将范仲淹押入开封府大牢。是。请皇上三思。范大人，奴才在。颁布海捕文书，立刻通缉野立清和展昭。是。包拯，你想说什么？臣坚信范大人是清白的。好，朕就给你3天时间。你想证明他清白，就拿证据给朕看。谢皇上，臣定竭尽所能，给皇上一个交代。范大人，保长，此次又给你添麻烦了。范大人切莫悲观。可否告知包某，张元为何会放了大人？临行前，范某不甘愿就这么把脑袋给砍了，无法侵蚀国之改革，感怀了一番未竟之志。兴许张元也曾经憧憬一个可以让百姓安心的太平盛世，感慨之下就把我给放了，让我帮他实现未了之心愿。想不到范大人还如此天真，公平盛世，哪里来的公平？无论是庙堂之高，还是江湖之远，都没有你们要的这种公平。只要人人守规矩，就会有公平。包府尹，这么些年，你一直追求公平2字，可你哪件案子真正做到公平了？哪一件案子不公平了？当年皇上一把火烧死了老夫的孙女。若要讲公平，包府尹是否要问罪于皇上？烧死您孙女的火是陈琳放的，没有第1把火就没有第2把火。皇上当上了真正的皇上，张家成了皇亲国戚。我们所有的人都妥协了，那对我孙女公平吗？不公平。张子勇舞弊，成了禁军统领；陈世美替考，成了当朝的驸马，这都是事实吧？是。上百的舞弊者依旧逍遥法外，而真正改革者却发配边疆，这对范大人来讲公平吗？不公平。陈世美抛妻弃子，杀人灭口，欺君罔上。你杀他是为了公平，可是你杀他，你搭进去了多少条人命？这对于他们来讲公平吗？老夫身为2朝宰相，主持过多次的科举，见了太多堕落的学子。10年寒窗苦，你拦不住学子的贪。只要你踏进这趟浑水，只要你想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事，你早早晚晚都会染上色的。为官就是为楷模，出淤泥而不染。莲花虽结，全凭污泥滋养。只有控贪，让百官贪而不腐，这样才能稳定朝局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王大人，何必给自己开一个自欺欺人的药方？这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。私利必贪，贪则必腐，贪腐循环，世间必定浑浊。唯有以百姓之力维治天下之要务，才能有天下太平之盛世。你范大人之所以跟我做邻居，纯属自找。张元就是利用了你这种天真。范大人可曾想过，张元放你回来，必有蹊跷。莫非有人串通张元？
泄露了镇官军的位置，劫走家眷，如此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一石二鸟，让张大人损兵折将，让范某背负骂名。范大人的文笔是气象万千呐，你帮老夫琢磨琢磨，这句“峰回路转，事不改”，下面应该接什么呀？王大人，此刻你何必还在装腔作势？老夫认为应该接“草秀音繁，直至巅”，甚佳。身为一国的相爷，文笔自然不错，但心歪了。身为大宋的宰相，竟然通敌叛国，视千里河山如草芥。老夫现在虽然身陷囹圄，但这脏水不可以乱泼呀。老夫是借力张元家眷，除掉区区张德林的9000犬兵，但老夫从来没有把大好河山视为草芥。这镇官军被围，跟老夫更扯不上关系。王大人，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是不承认自己有错？范大人，这对与错，不是你我二人能评说的。老夫经营多年，跟张德林是互有胜负，但我一直是稳如磐石。老夫讲求的就是一个阴阳调和，错中有对，对中有错。这朝堂就好比是一场赌局，皇上是庄家，包府尹、范大人都是洗牌的人，而我和张德林都想当赢家。江山不是赌局，做臣子更不是赌徒。江山该是一盘棋，马走日，象飞田，定好的规矩就该遵守，乱了规矩就得受罚。包府尹，你说的是你梦里的江山吧？本来老夫是赢家，可惜啊，走错了2步。这第一步就是老夫有眼无珠，轻信了身边的小人。小人？哼！相爷当初跟我说，只有正侠合一才能救百姓。可到头来，这就是一场权力游戏。您给我的承诺哪儿去了？老夫平日待你不薄，普天之下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，想不到出卖我的人竟也是你，小人，抬举你了。我一直以为这些年做的事情，是用非常手段对付奸佞之人的侠之大道，可到头来，我就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笑话。王大人方才说走错了2步，只说了其一，这第2步呢？这第2步就是老夫轻敌了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这下棋的人比老夫高明，借刀杀人，却不露痕迹。哼，此人是谁？包府尹一定比我想得透彻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走进来的。来自首？来报案。报谁的案？张子荣。出卖镇官军、劫走家眷的幕后黑手，很可能就是他。你怎么知道？信与不信，包大人自己决定。多谢展大侠提醒。怎么谢？展大侠劫法场一事，包拯可以既往不咎。那我师兄展无为呢？展无为罪孽深重，包拯无能为力。王延龄得以绳之以法，展无为功不可没，还望包大人放他一马。他触犯了王法，放与不放，不是包拯一人说了算。还请包大人向皇上求情，求皇上赦免于他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包大人铁面无私，展某再次领教了。既然如此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。展某告辞。
展大侠，3日后你师兄发配崖州，你若愿意，可以去送他一程。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是展昭告诉臣的。展昭不可信。法场那日，要不是他助纣为虐，真相早就水落石出了。正是因为他救了野丽卿，臣才会相信他的话。野丽卿是个细作，更不可信。这可能是西夏人的反间计，他为张元办砸了差事，现在想将功补过。张德林和王延龄已经洗脱了嫌疑，剩下的就只有张子荣和范大人。排除了范大人，幕后黑手还会是谁呢？关中一片平原，西夏的铁鹞子占绝对优势，我们的骑兵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如果命范大人率兵佯攻彭阳城，引敌军主力前来支援，而镇关军则声东击西，绕路直捣刘番堡，伺机破敌。如不利于战，也可据险设伏，待夏军回师时，沿途截击。妙，这么一来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不过皇上，本月多雨，不利行军。据本帅的经验，下月初10以后，时最为稳妥。王爱卿，你意下如何？皇上，老臣虽不懂带兵打仗，但照此听来，这一棋局不得确实漂亮。既然没有异议，张子荣，臣在。下去草御。是。皇上，您在想什么？知道这事的不止他们4个，朕怎么把他给忘了？皇上把谁给忘了？皇上，西夏派使者送来信函。皇上，有什么吩咐啊？下去吧。是。皇上是怀疑王德。张德林的计策果然奏效了，张元答应了朕的条件，终于轮到朕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张元为何会答应我们的条件？他为了保住他的家眷，别无选择。可他的家眷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张元？你想说什么？只有一种可能。内鬼害怕张元知道真相，内鬼跟张元达成了交易，家眷必定是他们交易的一部分。可现在家眷死了，张元若知道自己血本无归，必定不会放过内鬼。把话说清楚。皇上，我们不妨把家眷的死讯散布出去，让张元替我们找出内鬼。继续封锁家眷的死讯，对皇上没有更大的意义。成与不成，都值得一试。去办吧。臣遵旨。王公公。哎呦，张大人。张大人，
这是我们奴才待的地方，您怎么来了？公公这里虽比不过阆苑琼楼，却也别有洞天，暗藏着珠光宝气呀。哎，都是奴才省吃俭用攒个仨瓜俩枣，不过是留个棺材本。张大人喜欢哪样，挑去便是。公公不必在意，这个世上，有人贪名，有人贪势，有人贪权，有人贪功，贪些小财，不过是人之常情罢了。张大人真是善解人意。只不过有句话，贪权而取节，贪财而取威。王延龄老前辈做了2朝宰相，他今天的下场，大家有目共睹。张大人说的是，不过本大人要提醒公公一句，可别把自己掉进钱眼里，到时候我就是想拉你一把，恐怕也拉不上来了。多谢张大人提醒，以后还望张大人多多关照才是。王公公坐吧。张大人，奴才侍奉皇上多年，把朝里的人多少也看透个8、9不离10。可是有件事，本公公不明白，不知当问不当问？公公但说无妨。张大人，您贪什么？我？你说呢？奴才看，您贪大。大能大得过皇上？大过皇上那是胆大包天，天理也难容啊。那么我想请问公公，泄露正官军情报的人，算不算天理难容？算啊。那你觉得他贪的是什么？为了挣棺材本儿，连自己小命都搭进去了。张大人，您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？是你把正官军的动向卖给西夏人的。张大人，话可不能乱说，通敌叛国可是要杀头的。当然要杀头，如有九族，恐怕是要株连的。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你和叶离青的事情我全都知道。叶离青？谁呀？包拯马上就要查出内奸了。我今天本来是要救你的，既然你已经准备好了棺材本，看来我也是多此一举了。张大人，请坐。皇上已经将张元家俊的死讯传到了西夏，张元得到消息后，必定鱼死网破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要做一条死鱼吗？张大人，叶离青的事情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是我让叶离青找的你。没想到是张德林的儿子找我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有张元想要的情报。没兴趣。3日之后，皇上会在御书房召开2府会议，密谋正官军破夏之策。正官军？有兴趣了？开个价吧。我可不是情报贩子。那我可以找别人。除了我以外，皇上只宣了我爹和王延龄商议，一个是枢密使，一个是宰相，你收买得了谁？不过，还有一个人，他可以趁机溜进会场。谁？皇上的贴身太监王德。他沏茶倒水的时候，就能够窃听到你想要的情报。怎么拉他下水？金银珠宝。要多少？张元的家眷值多少，就付他多少。你怎么知道国师想要家眷？张元是宋人，我对他的底细一清二楚。
一旦镇关军落入他的手里，他就有了换回家眷的本钱。不过，他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否则我保证王德听不到任何东西。什么条件？让张元助我除掉2个人。谁？王延龄和范仲淹。这对他也有好处，算是我们各取所需。镇关军可是你爹的命根子，你不会是想耍什么诡计吧？他是他，我是我。镇关军的存亡，不是我关心的事。明日此时此地，等我答复。张大人，您藏得好深呐！您给我挖陷阱。野丽青的银子，我可是一文都没收过。这杀头的罪是你犯下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如果你想活命，就听听我的办法。你想让我干什么？明日晚膳，你给皇上下毒。您疯了！您这是造反！如果不造反，咱们2个还有活路吗？您想当皇上？我从来就没想过要自己当皇上。皇后怀孕，皇上驾崩，太子继位，合情合理。可是万一皇后生的是个公主怎么办？狸猫都能换太子，女婴就不能换男婴吗？不行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毒死皇上，我会成为千古罪人的。用上千条镇关军的性命来换银子，你又算什么人？此事若成了，我张子荣保你一世荣华富贵；如若敢走漏半点风声，你必死无疑。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在等您。有事啊？爹，儿子崴脚了。镇关军的动向，是我出卖给张元的。我早就想到了，只是不愿相信。皇上知道了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很快就知道了。不要告诉我你这么做是为了我们张家。上次你偷名单，爹没有拦你。这次你把你爹的老本都打进去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9400人在您手里，永远是皇上的心头刺。牺牲他们，就能除掉王延龄和范仲淹。除掉范仲淹，用不着你来添乱，爹自有办法。可除掉王延龄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整个朝局就垮了。你现在的斤两还成不了王延龄，还不足以跟你爹一起撑起这尊鼎。我从来没想要成为你们。您和王延龄手里攥着大半个江山，只要兵权和百官在你们手里，你们永远是皇上的心头大患。那又怎样？天下一日姓赵，任何专权都会成为他的敌人。除掉范仲淹，迟早会有人来除掉你们。你是想替包拯和范仲淹除掉我们？虽然包拯和范仲淹鞠躬尽瘁，鞭策朝政，但他们也只不过是皇权的殉道者。孩儿更不想成为他们，孩儿只想能够成为皇上依赖的人，
站在他的身后，为他指点江山。这样的权势看似无形，但却能走得更加长远。幼稚！你忘了刘娥的下场了吗？刘娥专政，皇上是被迫的，孩儿要让皇上心甘情愿。你这是痴心妄想！爹早就警告过你，这条路你是走不通的。是老天爷给我开了个玩笑，我费尽心机布下这个局，本来天衣无缝，可万万没想到张元的家眷竟死在途中。现在这个消息已经放出去了，张元得到消息，知道血本无归，必定会鱼死网破。皇上正愁找不着理由对我们张家下手，你可好，自己送上门去了。爹，事到如今，张家只能先下手为强。你想干什么？明日晚膳，王德会在皇上的御膳里下毒。你疯了！我没疯。王德只是替罪羊，到那时候，我会赶去阻止皇上用膳，然后杀死王德，把罪名嫁祸给范仲淹。范仲淹，他在大牢里，皇上根本就不会相信。皇上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天下人相信。眼下，范仲淹的定康军正在城外30里地驻扎。爹，孩儿希望您能像当年对付八王爷那样，以清君侧的名义率千军万马前去讨伐。只要大局在握，范仲淹百口莫辩，信不信也由不得皇上。你想让爹做董卓？不，做曹操。蓉儿啊，爹曾经跟你说过，你想走得比爹更远、更高，爹愿意做你的垫脚石。可这一次，你走向的是万丈深渊。爹，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，孩儿已别无选择。你哥知道这件事吗？不知道。你想一意孤行？我想扭转乾坤。混账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自不量力。我这么多年来打下的局面，一次又一次，差点毁在你们兄弟俩的手里。这一次，你们休想再拉我下水。明日有时，孩儿会依计行事，是福是祸，孩儿听天由命。滚！奴才见过周姑娘。哎，王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公公有什么事吗？周姑娘，张子荣要害皇上。蓉儿，他怎么会呢？这是毒药，张子荣让我给皇上下毒。不可能，蓉儿绝对不会害皇上的。这瓶毒药是张子荣昨天亲手交给奴才的。奴才想了一晚上，最后决定先来找周儿姑娘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奴才想了一晚上，最后决定先来找周姑娘。
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奴才也想亲自告诉皇上，可奴才犯的是通敌叛国的大罪，皇上不杀了我才怪。奴才蒙受皇恩，是皇上给了奴才锦衣玉食，奴才就是害谁，也不能害皇上啊。能不能劳烦公公，再送周儿进一次宫？奴才就是为了这个来找周姑娘，赶紧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周姑娘，请。周儿见过皇上。你怎么来了？周儿心里发慌，憋了一肚子话，无处诉说。朕知道你要说什么。皇上知道。那天朕去戏班子看你，朕听见你在屋内和他的对话。朕最在乎的两个人，都背叛了朕。完璧归赵，朕真的信了你们，苦苦的等着那一天。你知道那天朕去戏班子找你，想要告诉你什么吗？太医告诉朕，皇后有了身孕。我们实现了我们的诺言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们了。你喜欢他吗？从什么时候？周儿也是最近才觉到的。你喜欢他什么？我也说不清楚。自从爷爷去世后，周儿在世上就没了亲人，孤苦伶仃一个人，就像一片落叶，随风到处在飘，不知道会落在哪里。这些日子，蓉儿让我觉得，她就是那片能让我落下来的土地。朕才是你的亲人。皇上，您是天子，皇宫也不是民间。你说过，我们是彼此的树枝，是彼此的依靠。鸟儿可以落在树枝上，可周儿不是鸟儿，周儿是人。周儿也是才明白这个道理，那时候真幼稚。你过来就是要跟朕说这些？周儿求皇上饶蓉儿一命。你居然为了他跪下！起来，我不允许你给任何人下跪。皇上答应周儿，周儿就起来。朕要是不答应呢？
真是小看了朕的心胸。朕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杀他。蓉儿要害皇上。你说什么？蓉儿要害皇上。张子荣要害朕？他要怎么害朕？他让王德在皇上御膳里面下毒。他亲口告诉你的。王德害怕了，悄悄出宫，去戏班子告诉了我。王德呢？他已经跑了。张子荣知道你进宫吗？他不知道。你今天进宫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你既然喜欢他，为什么还要出卖他？皇上和蓉儿都是我命里最重要的人。朕不会答应你，绝对不会饶过他。皇上，你们两个有一个丢了性命，周儿的性命也会随之而去。只要您放过他，周儿会让他从此远离朝政。周儿会与他去乡间，做一对男耕女织的田园夫妻。皇上如果真的心疼周儿，就请成全周儿。范大人，不知包拯前来有何事？皇上宣您速速进宫，有要事相商。事不宜迟，范大人，请。范大人，看来这一局你赢了。在没有查出谁出卖了镇官军之前，你我都没有赢。主人、夫人们都已经上了马车了。照顾好他们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回来。是。那二少奶奶她……这个不用你管，你们即刻启程。是。皇上。参见皇上。范爱卿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皇上言重了，臣无怨无悔。朕找二位来，是因为朕的身边只有你们两位可信之人。包拯，你的计策果然奏效了，张子荣和王德都不干净。家眷的消息还没传出皇宫，他们都知道了，还想联手把朕毒死。皇上是如何知道的？王德临阵退缩，今天早上跑去周儿那儿求情，想让朕饶他不死。何时下毒？今晚。他要把毒死朕的罪名嫁祸给范仲淹，朕死后，张燕燕产下的皇子就可以继承皇位。大宋名利姓赵，实际上就是他张家的了。皇上，张子荣心思缜密，臣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张子荣一定还留有后手。皇上，臣建议把张子雍调离禁军，以防不测。不妥，现在敌明我暗，张子荣并不知道自己暴露了。如果惊动了张子雍，那就等于把我们也暴露在了明处。那你还有什么办法？臣建议以不变应万变，
晚膳时先探探张子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这岂不是太冒险了？皇上，宫中的禁军有多少是可以信任的？朕的殿前侍卫，不归张子雍管辖。多少人？1000多人。皇上，范大人领兵多年，臣建议将殿前侍卫暂时交给范大人掌管，以防张家兄弟里应外合。臣现在立刻出宫，暗中监视张德林的动向。就按包拯说的去办。范大人，这1000多人，可是朕的救命稻草，朕的身家性命，就全交付于你了。皇上，臣万死不辞。包大人，你们带上几个捕快，速去张德林府监视。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马上回来告诉我。大人，怎么算风吹草动？谋反的迹象。谋反？事关重大，速去速回，切勿打草惊蛇。是。各位兄弟，我们吃的是谁的粮？张大人的粮。我们穿的是谁的衣？张大人的衣。我们拿的是谁的饷？张大人的饷。我们该替谁卖命？为张大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众将士可知，本帅能立足于此，因西夏犯我边陲，因八王一蛇吞象。今日旧景重现，宦官作乱，尔等可愿与我杀入皇城？万死不辞！今日皇上危诞，百官被挟，尔等可愿与我千里秦王？万死不辞！今日大丈夫带3尺长剑，尔等可愿与我共立不世之功？万死不辞！本帅今天要拿着先皇所赐的尚方宝剑，带着你们杀入皇宫，冒死救驾，让不臣者魂飞烟灭，以庆君侧。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！起兵！少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爷来了。老爷来有什么不好的？他不是一个人来的。他和谁？他后面跟着千军万马。他要做什么？不知道。马上关闭城门，弓箭手布防准备。没我的命令，任何人别把他放进来。想什么呢？去啊！哦，是。关城门！弓箭手准备！关城门！弓箭手准备！关城门！弓箭手准备！张统领，把城门打开。爹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有10万火急的事情。皇城重地，没有皇上的命令，
任何军队不得擅自闯入。皇上有危险，我就是来救驾的。皇城现在很安全，放您进来才会有危险。我接到密报，有人要谋反。谁敢谋反？太监王德。不对，王德刚刚出城，我亲眼看他出去的。爹，您到底要干什么？张统领，咱们换一个地方说话。要说来我这里来说，您一个人来。来人，在，把偏门打开。是，不用跟着我。爹，您是不是要造反？你爹我从来就没想过造反，全都是你们给逼的。那城外的千军万马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次是你弟弟，他玩火自焚，不但害了他自己，还把我们张家也害了。子荣，他做什么了？他利用王德，把镇关军的动向出卖给了西夏人。镇关军是张子荣出卖的？何止是镇关军，他还想让王德给皇上下毒，然后嫁祸给范仲淹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哼，他自作聪明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您怎么知道的？他昨天晚上亲口告诉我的。可是他忘了，兔子急了也会咬人。王德反过来把他给出卖了。王德告诉了皇上。王德还没那么傻，不过他告诉了周儿。张大人，蓉儿呢？周姑娘，你在戏班子里头住得好好的，找蓉儿做什么？要紧事儿。这个时辰，她应该在宫里吧？张大人，不管您是否知情，周儿求您让蓉儿即刻收手。收什么手？王德已经告诉我了。他告诉你什么了？蓉儿让他在皇上的御膳里面下毒。你告诉皇上了？告诉了。只要蓉儿悬崖勒马，皇上一定会宽恕她的。周姑娘，你闯大祸了。管家，主人，立刻叫人把副将军给我叫来。是。还有，带上我的家眷，离开开封城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带足了银两，没有我的消息，谁也不许回来。哎。祸是你闯的，你要付出代价。这个红颜祸水，早知道我一刀剁了他。周姑娘，就在爹的手上，还不能杀他，因为你姐姐和你弟弟，恐怕已经在皇上的手上了。如果我不起兵救他们，我们张家将万劫不复。周姑娘，是咱们最后的底牌。爹，儿子现在能为张家做什么？放你爹进城，你给我守好了开封城，2日之内不许任何人出入。张东，在。老爷说的都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少爷。把城门打开，放老爷的人进城。是。还有，把小爷的羽林卫统统调到南门来。是。怎么了？张府大门紧闭，无人出入。我俩爬墙头一看，整个张府现在就是一座空府。大人，大人，张龙、赵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去大理寺看望我家大人，可是侍卫说我家大人已经不在了。放心吧，范大人已经清白了，被皇上召进宫里去了。刚才我们在来的路上，看见张德林带领兵马往皇宫方向挺进，嚷着什么清君侧。张德林果然动手了。包大人怎么办？赶快随我出城调兵。是，大人。开封城已被禁军封锁了，别说是您，连个耗子都出不去啊！
皇上，这么慌慌张张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皇上，王德呢？你找王德做什么？你来的正好，朕正准备招你与朕一同用膳，椅子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快坐吧。为什么不坐？你已经看不上这把椅子了。皇上都知道了。朕知道什么？臣逼王德给您下毒，想毒死朕。臣从来没有想过要毒死皇上。那你想做什么？嫁祸王德，陷害范仲淹。然后呢？清君侧，将皇上周围的人打扫干净。镇关军的行踪是你透露给西夏人的。是。臣利用王德贪财，让西夏人买通了他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臣与张元密谋，他用9400多条性命换取他的家眷。臣用这些人的性命，给王延龄一个除掉范仲淹的机会，然后再借机除掉王延龄，让皇上舒舒服服的做皇上。让朕舒舒服服的做皇上？那你做什么？臣什么都不做。臣只想站在皇上的身后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你想做黄雀，让朕做你的螳螂？朕最害怕的事情，果然还是发生了。但是你错了，朕才是黄雀。在朕还小的时候，朕就知道，想要活下去，就必须做黄雀。来人！皇上，压下去。是。我自己走。皇上，谁是黄雀？现在还无法断定。把他压下去！等等，皇上，张德林派兵围住了皇宫，说得到密令，有人要谋害皇上，他前来救驾。臣已经命令禁军紧闭宫门，严阵以待。你们要起兵谋反？皇上，臣的爹只是应了臣的请求，前来清君侧，保护皇上。把他和皇后都关起来，有他们在，张德林不敢轻举妄动。传令下去，就地扎营，全军待命。是。大人，皇宫城楼早有防备，守城的将领是范仲淹。范仲淹，看清楚了。千真万确。派个人去，请范仲淹到这里来。得令。张大人，周儿姑娘怎么处置？把她先软禁起来。是。报，范大人，张大人派人来，请您去和谈。张德林，当年八王爷造反，张德林平叛，如今他也反了。八王爷好歹姓赵啊，张德林要是成了，天下岂不要姓张了？
包大人快想办法！我在想，有了八王爷的前车之鉴，先皇会不会吃一堑长一智，防患于未然？哎，尹前辈是两朝大臣，问问他不就知道了？这么重大的事，先皇未必会托付给尹前辈。我想到一个人，或许能解这个局。谁？谁？两朝宰相王延龄。启禀大人，范大人到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范大人，没想到皇上将你从大理寺释放出来护驾，看来是早有防范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我儿败露了。范某本来就没有罪，谈不上释放。此次范某是替皇上来除奸的。除奸？就凭你城墙上那几个人？张大人，咱们俩还是别兜圈子了。好，既然皇上叫范大人来接洽，那就请转告皇上，只要答应我4个条件，我立刻退兵。请讲。第一，释放我的儿子和女儿，赦免蓉儿一切罪行，永不追究。其二，皇上保证永不议后将皇后之子立为太子。其三，我们张家世袭枢密使一职，直至100年。其四，请皇上昭告天下，永不相负。张大人，这不是在弹劾，这是在逼宫啊！别忘了，皇上手里也有你想要的筹码。少跟我废话，我只给你们2天时间考虑。来人，在。送范大人。是。王大人，张德林起兵围城，皇上危在旦夕了。沉不住气。王大人身为两朝元老，是否想过如何应对兵变之策？包夫尹是求老夫吗？是。枷锁在身，老夫不便献策。来人。在。张德林为而不恭，是因为皇上攥有底牌。您是说张子荣和张燕燕？这2张底牌足以让张德林坐下来谈判。可张德林有1张王牌，这几千兵马只听张德林一人调遣。谈判可有方法救皇上？除非答应张德林所有的条件。皇上恐怕不会答应。谈妥了，张德林退兵相安无事；谈不妥，就像当年八王爷一样，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攻进皇城。但这一定是3日之内。为何是3日之内？3日之后是诸侯使臣进京面圣的日子，这是惯例。如果诸侯使臣发现开封有变，他们必然会认定京师有乱。到时各路诸侯会迅速向京城开拔，一定会联合起来攻打张德林，而张德林这一点是最清楚不过的。所以封锁内城，其实是为了封锁消息。3日之内，张德林必会攻入皇城，挟持皇上。我们要如何才能救皇上？王大人，有一个秘密，只有先皇和老夫知道。对付张德林的，是救皇上的。张德林把皇宫围得水泄不通，开封城也被张子雍的禁军围得如同铁桶，谁都出不去。臣的人马在30里外的降伏军营，消息送不出去，他们无法前来救驾。张德林说，如果再不答应，他就攻入皇宫。你现在就告诉他，朕不会因为他的威逼所妥协。朕不想再做一个傀儡皇帝，让他现在就打进来。皇上，他的儿女
在皇上的手里，为了他的骨肉，他不敢贸然行事。难道朕就只有这样坐以待毙2天吗？你在想什么？皇上，臣在想，张德林起兵应该不是他的本意。怎么讲？如果他真的想谋反的话，他就不会把他的儿女留在皇上手里做人质。他起兵仓促，一定是受了张子荣的裹挟，所以不得不反。要是这么说，张德林是骑虎难下，张子荣才是那只老虎。放我出去！你们开门的！放我出去！我要见皇上！开门的！别喊了，他不会见你的。听说爹带兵包围了皇宫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起兵造反，我看爹一定是疯了。不许这样说爹，爹也是为了咱们。如果爹这次事情做成了，皇上今后就不敢再冷落你了。那皇上就更不会真心待我了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臣妾已经听说臣妾的家父带兵包围了皇宫，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。臣妾愿意出宫替皇上搞清楚，让家父退兵。来人，在。将皇后带回寝宫。是。娘娘，请。什么人？开封府的，这是我们府尹包大人。皇上，您想说什么？咱们2个的命运真是有意思。小时候，父皇把我送出了宫，你爹把你送进了宫。您爹送您出宫，是为了让您活着。我被我爹留在了宫里，也是为了让您活着。所以你心里有恨，觉得是朕欠了你，你爹欠了你。是。那你爹现在领兵包围皇宫，又是为了让谁活着？朕小时候是周怀仁一手带大的，朕一直管他叫爹。可就因为这一声爹，朕害他丢了性命，朕眼睁睁看着他被刺死，却不能救他。你爹为了救你，当了反贼，天下人人得而诛之。难道你不想救你爹一命吗？您想让我劝我爹撤兵？成王败寇，我爹不会撤兵，这也是我爹的命。那周儿的命运呢？周儿，你知道朕是怎么知道你要下毒的吗？是王德那个软骨头告诉皇上的。王德害怕了，他告诉了周儿，是周儿告诉朕的。周儿是为了救朕，也是为了救你。怎么会是他？他说他今后要与你远离朝政，要和你一起离开开封城，和你做一对田间夫妻。命运给你的，你却不想要；朕想要的命里偏偏没有。如果可以选择，朕一定跟你交换。启奏皇上，开封府尹包拯潜入宫中，被我们擒住，等候皇上发落。包拯潜入皇宫，命运小的时候就把咱俩绑在了一起，一个活着，
另一个就活着。一个孩子的命运，因为另一个孩子骤然改变。同样是孩子，凭什么让一个孩子为另一个活着，成为他的挡箭牌？就因为他是龙子，这不公平。所以你小时候就卧薪尝胆，将来让朕替你活着，让朕当你的挡箭牌。你早就知道了。朕早就知道了，但朕不怪你，因为换了朕也是一样。包拯，臣救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快松绑！是。退下吧。是。你不是说去监视张德林吗？现在张德林的千军万马把朕困于皇宫，你为何不早来禀报？臣的手下赶到张府时，张德林已经起兵。现在开封城已经被张子用的禁军封锁，四面楚歌。那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冷宫院子的假山后面有条密道。你怎么知道？臣去请教了王延龄，他说是先皇吸取了前车之鉴，专门命人秘密打造的。保长，密道的出口在哪里？在大相国寺，还是在城内？皇上还是没有办法出朝。保长，你有何良策？范大人，如果张德林起兵攻打皇宫，皇上的殿前侍卫能撑多久？兵力悬殊，最多只能撑半日。张德林的骨肉在朕手中，他不敢轻举妄动。不，张德林最迟后天就会攻打皇宫。为什么？他只有3天时间，3天之后诸侯使臣进不了京城，全天下都会知道朝廷有变，到时候他就成了众矢之的。那朕该怎么办？范大人的定康军现在何处？在30里之外的降伏军营驻扎。进京救驾最快需要多久？1个时辰。请皇上随臣等移驾大相国寺，臣会想办法把消息送出开封城，等定康军前来平叛。不够。什么不够？开封城易守难攻，以定康军的兵力，也就只能拿下张子雍的1个城门，余下的兵力不足以对付张德林。皇上，开封城附近可有援兵？王延龄，他手里握着开封周围的乡兵。皇上在皇宫放火那年，他跟张德林都曾派兵包围过开封城。没错，先皇信任他，把密道的秘密托付于他，就是为了帮赵家渡过此劫。他蒙受皇恩，理当义不容辞。臣先护送皇上脱险，随后便带他来见皇上。范某不能走，皇上的安危就拜托给包大人了。皇宫总要留下一个人跟张德林周旋，否则他必会起疑心。再说，包大人把消息传到城外以后，张子雍的传令兵就会告知于张德林，张德林势必会提前进攻，范某必须坚守，不然就算皇上逃出了皇宫，也难脱险境。包大人，这是范某的贴身兵符，定康军见到此物，便会听你的调遣。皇上的安危，就拜托给包大人了。范爱卿为了我大宋江山，多次身处险境，朕无以为报。皇上，为保大宋江山，臣万死不辞。
过了半杯的酒，时空还是慢。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。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说江湖爱恨